大家好，我们今天很幸运的有一个车主很好，他是后面这台车是 Skoda 的 Superb 4x4 2.0 EA888 的。那他今天来呢，真的是攻顶了，这种客人真的是太好了。然后呢，他基本上我们 Forge 的东西可以上，他都上了。那最近都看到我们有做影片，其实我们EA888的进气影片也有拍过，可是很像我们的读者或是我们按赞的朋友观看我们影片的人都不会去看我们比较之前影片，所以借这个机会，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 Forge 卡泵进气给EA888的，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现在开始，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 EA888 卡泵进气的，一样的，跟1.4一样的。这个是它的集风罩，你看它这边也是封起来的，这边是打开的。你可以看我们 Forge 整个是打开的。然后呢，这是原厂的罩子，它也是很感谢它，也都是我们支持者。里面已经用 Piper Cross 的高流量滤芯，那进去以后再进来。所以它的流速呢都不会很好。那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进气，那滤芯就在里面，很大一个，然后肥肠到后面，整个都很顺，道理跟1.4的一样。我们也把，你可以看，我们也把进气管原厂的 Forge 的有微放大。很多人最近在看EA888，很多人都有讲说什么三宝，喇叭嘴啦，涡流管啊，跟泄压阀。那涡流管呢，它也有上，我们等一下拍给大家看。其实涡流管就是装在这个地方的。那我可以拿我们 Forge 的跟原厂给大家看，请等一下。因为拍摄角度的关系，所以呢，我们直接在车上引擎室里面跟你们做简介。那我现在来介绍我们所谓的 EA888 三宝，其中的一宝就是泄压阀，也是卖最好的。那车主来的时候呢，虽然他今天所有的改装零件都拿，他有说他的车子开起来就已经有点顿顿的，没有像以前那么有力。那我们把泄压阀，这原厂泄压阀拆出来，就发现到，你看拆出来的时候它是这样子的。分开了，所以它的气会从这边漏掉，整个就漏掉，就一直在泄气了，整个就不对了，都已经分离了。那这个应该要怎么样？应该是要这样子做动的，不是另外一边的。那它因为它就爆出来了，所以它整个压力都没有办法 hold 住了。那更不要说你如果灌了软体以后，你压力打大的话，你漏气就更严重。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泄压阀一体成型。CNC 车床里面已经不是这种塑胶件，它是用活塞的 piston type， 所以呢一劳永逸啊。你装久了，唯一要做的维修就是可能胶圈啊要换一下，我们也有做维修的动作。每次如果过个通常都在4-5年以后才说要做维修啦。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个东西是直接装在涡轮上面，涡轮这么热的地方，它用塑胶一定会脆化，也会硬化的嘛。所以这个是目前它还。然后呢，因为我是直接拿一个新的，但是我们摄影机可以过来看一下。泄压阀，我们手借一下，泄压阀就是在这个地方，你把它压进去，是装在这个地方。那泄压阀有2种，一种是比较热血，是有声音的，或是内循环的。内循环就是跟原厂一样没有声音的。那这位车主选用了有声音的外循环方式，对。然后现在那个是三宝其中一宝啦。然后呢，另外一个东西呢，这个是已经装好了。另外三宝其中一宝是进气涡流管，这就是我们刚刚进气的那个肥肠会装到这个地方。这个已经放大很多了，我去拿原厂的给大家看一下，到底长什么样子。你看一下它这个地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不一样的地方。这个也是
让进气流速改善，进气效率又更好，所以这是三宝其中一宝。对呀、1、2，那再来呢，它就要装喇叭嘴了。那如果呢，你想要认识多一点的我们的其中的三宝呢，你也可以上我们左上角，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介绍的一些影片。那你按下去就会到我们之前详细介绍之前之后跟那个原厂跟Forge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换 charge pipe， 还有装喇叭嘴。那这个呢，就是也是另外一个加强流速跟效率的管子，叫做 charge pipe。那你可以看我的左手边，我的左手边是原厂，你可以看它这边的口径跟这里的口径，跟我们 Forge 的口径差很多的。而且它怎么说呢？它里面你看，它就是可能因为塑胶射出的时候，它需要做皱褶，所以它其实它里面弯弯曲曲的很多，不像我们铝管是这么的 smooth。然后呢，这个装完以后呢，就会到我们的另外一个三宝，就是这个 muffler delete pipe， 我们就会装在这个地方，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呢，我们先交给技师。你已经看得出来了，其实这样看就已经知道管子差很多了。直接你看都可以进去了，你看差多少？这个是涡流管，然后我刚刚在这里原厂 Forge， 还有这个胶管，你看都变比较小了。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涡流管这个 muffler delete pipe 呢的细部解说呢，请在我们的右上角点一下我们刚刚跳出来的这个网址，你可以看到我们上次介绍这个涡流管的影片。那接下来我们就赶快来装涡流管吧。OK， 现在我们 charge pipe 也装好了，三宝也都装好了，进气管、涡流管。还有泄压阀也在那边呢。那 charge pipe 呢，就是三宝再加这个的话，也是呢加强它的流速跟进气的效率，所以呢你会更快达到增压值，你的油门反应会更好，不会有 delay 的感觉。你踩它，空气马上就增压值会随传随到。而且呢 charge pipe 呢为什么要换呢？因为呢原厂的是塑钢的，那福斯奥迪可能比较少人会有听到这个消息，可是，在 BMW 呢，塑钢的管呢，如果一爆呢，你就基本上掉掐了，车子也发不动了，就要叫拖车。所以呢，这个东西虽然呢小小的东西，也可以保险你不会爆管，然后掉掐，这真的很麻烦。接下来呢，就是进气，然后呢，它有装一个东西呢，我们之前呢没有介绍过的，就是废气回收壶。那废气回收壶是什么呢？废气回收壶是把进气里面的油气直接到废气回收壶里面，不要再让它到进气气管里面。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废气回收壶的好处是因为你也知道，我们现在是缸内直喷的，很容易有一些油垢啊、积碳啊，都是因为进气气管里面的二次回收的油气太多，导致它油油的，然后脏东西都卡在那个进气气管啊、气门啊那方面。那你装了废气回收壶的话呢，会改善这个，会让你的进气气管里面更干净。那我们现在呢，这台车正在升级我们 GIEC Stage 1的软体，那一样也是 OBD2 写入。那 GIEC 在于 Superb 这一台4x4的车型来说的话呢，它在灌完那个软体的时候呢，它会有优化你 headaches 的 unit， 让它比较不会有打滑的情况，所以你0到100的加速会进步哦。请看我们以下的那个截图，你就可以看。所以 GIEC 呢，其实呢是很细心的，而且它很贴心的，都会帮车主想到。那因为我们这一次来拍这个影片，因为我们之前也都有拉过EA888的马力了，大家对 Super 这台车可能比较不知道，我们也有软体，所以今天呢，这个客人实在太好，真的是顶天了。
Forge 东西都已经全上了，三宝啊、Charge Pipe 啊、Oil Catch Can 啊，然后卡泵的进气，加上 GIC Stage 1的软体，真的是好客人，真的是我们要多多的嘉奖他们一下这样子。然后呢，我们灌完以后呢，因为我们下次有时间呢，因为这一次时间比较紧迫，我们一定会拉这台车的马力给大家看。那以 GIC 官方的数据呢，如果你的硬体如果 OK 的话，有 intercooler 啊。进排气的话呢，差不多可以加4到60匹左右在 Stage 1。所以呢，如果你是 Superb 的车主，你考虑升级的话，不妨参考 Forge 的硬体的东西跟 GIC 的软体。这客人实在太有心了，你看他还装这个，然后还把它改成写 E51。我觉得我也想来装这个。我觉得这个他说英文、中文都可以用哦。所以，如果后面有人在闪你大灯，就说不要再闪我大灯了，或是车上有小孩，对啊，请超车，或是可能有时候我们心情不好的话，我们还可以骂人，对不对？当然骂人是不好了，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太酷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完工了，最后面了，所以你看进气，三宝在后面刚刚有看过了，废气回收壶，它这边有进跟出，啊，油就会那个废气的那个多出来的油气呢，它就会存在这废气回收壶里面。那这边有一个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可以像油尺一样的东西，你可以拿起来看它里面的油量到底还多少，然后如果你要的话，就把它，你看有个叫油尺，到这个地方呢就是满了。那所以你到这边之后，你就把它拆开，下面有个那个转开，把油倒出来，然后可以再继续用这样子。所以废气回收壶呢也是不错的东西，这样子。就像我刚刚讲的，它是避免避免过量的油气到你的进气气管，导致那个积碳啊。所以之前因为我们都有拍过，可是因为很多人都不会去看我们之前的影片，所以我们今天又大概很快速的介绍我们 EA888 2.0 的 Forge 套件跟 GIC 的软体。谢谢大家。如果呢有需要的话，都可以 PM 我们。然后呢 EA888 的 2.0T 的车子，基本上我们今天介绍的产品都可以用。谢谢大家，记得订阅，把那个东西定下去，才会知道我们每次更新影片，我们就会给你看。想要看什么影片呢？也可以 PM 我们。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尽量拍给大家看，为大家解答。谢谢大家。